不，哇，开，智能化的，噔噔噔噔，给大家参观一下订的民宿。首先，美丽的厕所来一遍，噔噔，它这个没有围上，所以刚刚洗澡很多水。然后这边都是没有贴瓷砖的，但是有一股浓浓的工厂风。我平时都会住一些青年旅社，但是因为疫情，所以还是一个人比较安全。这边该有的都有了，然后这边冰箱也是还不错的。这边最划算的应该是这个阳台，这个价格有一个这么大的阳台，给大家看一下，美丽的阳台。我昨天晚上很晚到，所以我到的时候往下面一看有点恐高。这边还挺大的，那边是应该是主人的另外一间，也是办民宿的。这边都还挺高的，美丽的阳台，还不错。这里就是我的卧室，也是非常的大。然后这边也是有阳台，不错。看，有点高吧。我现在身后的呢是罗马的 Agora 呢，在雅典语的意思是集市的意思。然后这个地方呢，古时候就是男人们在这边谈论政治啊、哲学啊，就是一个聊八卦的地方。然后我们现在所看到这边还有几根保留着非常完好的石柱，这个里面呢有2个非常著名的石像，是古希腊罗马的海神还有农业女神都保留的非常完好。另外一个冷知识，大家知道 Forum 这个单词其实是古罗马时期的单词，然后 Forum 是来源于 Agora。Top down, we drive a 45 wind in our face. No time to think about slowing down, fuck yesterday. 刚刚买到门票，我给大家看一下。如果大家来，它这边有7个景点，大家看到吗？如果这7个景点有一个套票是30欧，我刚刚算了一下，因为我只想去其中2个景点，所以我还是买了单票。我现在身后的呢，这个剧场是叫希罗德剧场，始建于公元前161年，是古罗马大帝时代著名的哲学家希罗德为了纪念他的妻子所建立。然后大家可以看到非常非常的宏伟。这个剧场呢是迄今为止最古老的剧场，也是当时那个时代最伟大的杰作之一。大家可以看，它这个建筑呢是有3层楼高，然后它这个排座呢是有32排，一共可以容纳6000名观众。直径呢是38米，据说在这个场内，你任何一点都能听清楚这个舞台上的表演，是做得非常非常有现代科技。这个舞台的背后呢，以前是有一个窗形的高墙，然后它上面都会有一些雕塑。然后在公元267年呢，被一场大火所烧毁。其实这个剧场呢，经历了无数的，你知道摧毁啊、战争啊，然后到现在保留的呢，其实是非常非常残缺的一部分。然后它这个以前顶上也有那个西洋山顶，非常非常的漂亮。这10欧绝对是超值。我刚刚以为。这10欧只是包括在卫城上面有3个比较主要的景点，然后我这一路走过来，已经路过了4、5个景点，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来卫城，超值。大家来的时候一定要穿一双运动鞋，这边高高低低，要爬很多路。上来了。大家知道雅典这个城名呢是来自智慧女神雅典娜，然后在古希腊呢有一个神话，就是说当时人们在海边爱琴海的海边建立了一座新城，然后这个雅典娜就非常希望成为这个新城的保护神，但是当时的海神波塞顿他也非常希望成为这个保护神。后来当时的大 boss 宙斯就说，如果你们2个人能一人拿一样东西来展示出你们的诚心，我就根据这样东西来决定谁将成为这个城市的保护神。然后当时呢，海神就用他的3叉戟敲了敲这个石头，出来了一只象征战争的战马，然后大家都摇头。后来这个智慧女神雅典娜呢，就用她的长矛敲了敲石头，出来了一只
长满果实的橄榄。后来大家就欢呼，好棒棒，你成为这个雅典的守护神，因为大家知道橄榄是象征和平的东西。我现在身后呢就是举世闻名的帕特农神庙，这个神庙应该算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然后这个神庙呢是建于公元前5世纪，是为了纪念这个雅典的守护神雅典娜而建。这个地方呢是现存至今最重要的古希腊时代的一个建筑物。然后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柱子非常大的柱子是叫多利克柱式发展的顶端。非常不好意思，现在大家听到这个呼呼的风声，我不知道，因为这边刚刚有那个保安人员说我可以录像，但是我不能带那个绿风的，他说那个是专业人员用的，也非常所以大家能听到呼呼的风声现在。然后其实这个石柱上面呢有很多这个雕像啊那些东西，这些都是代表着古希腊雕像的艺术的顶点。然后大家可以看这边还有很多在修缮的地方。其实这个希腊政府对这个的修缮，大家可以看还有很多在修补补。这个地方已经修了200多年，但是还是。Got that real ice for you. Come soon. Bad girl gon' stay the night through. I think that I love you. No one else above you. Feeling like we've been okay. Say it's time to get away now. Going to a new town. Driving down a mountain.我现在身后的呢，这个图书馆叫哈德良图书馆，始建于是公元前132年。这个图书馆呢是由当时的古罗马非常有名的一个皇帝叫哈德良所建，然后在这个公元267年呢又被这个斯堪的纳维亚的日耳曼人所摧毁。但是现在大家所看到的遗址其实是在拜占庭时期所建的3个教堂，这些是它的遗址。大家看，这个是古罗马时期的游泳池，等于这个图书馆里面有一个游泳池。然后它当时图书馆是建在这边的东边，然后建筑和建筑之间当时是有回廊连接，回廊是用作当时读书的地方。然后大家现在看到那个角落，就是每个角落都是当时讲座的地方。我现在在的这个地方呢是叫 Plaka。Plaka 呢，由于是在雅典卫城的山脚下，所以素有上帝的邻居之称。这边是一个历史文化的一个小街道，然后有纵横交错，像迷宫一样。大家可以看到这旁边有卖一些纪念品啊、手工艺品，很多东西。然后跟大家讲一下，大家就是注意一下，我昨天吃的那个4个球3块5欧就是在这边，所以这边有很贵的东西，大家不要上当。还有一个是这边也有很便宜的东西，像我买的吸铁石也是在这边1欧，所以大家看这个景点应该是我唯一到了现场我会笑的一个景点。大家知道每个人都有一个奥林匹克的情节，给大家看一下我在哪里。哇哦！大家可以拿到一个有中文讲解的这个讲解器，就是在这里诞生的。今天我们敞开其大门，十分欣喜地与您分享帕纳西纳体育馆。其实这个景点呢，说实话，里面根本没有什么，真的是去体验一种情节。因为我一直想去，你知道，看一次奥运会，没关系，我没有去成，但是我来到了奥运的起点，这里是举办第1场奥运会的地方。这个体育场呢，希腊文是叫 Kalimamaro， 在希腊语的意思是漂亮的大理石的意思。然后这个体育场呢，整个体育场全都是用大理石铺建，也是世界上唯一一个，非常非常的壮观。我给大家看这个台阶，其实很陡，看到吗？给大家上去看一下。哦，全部是大理石。这个地方呢，最早是纪念这个雅典娜女神，为了纪念她所建造的一个非常宏大的体育馆。然后呢，在1896年这里举办了人类历史上第1次的运动会——奥林匹克运动会。然后在2004年，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那一场运动会，也是在雅典举行。
运体育场跑一圈。虽然没有参加过奥运，也没有看过奥运，但是能在这里跑一圈，也算是离奥运近距离的接触。跑完一圈，天哪！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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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好了，进入颁奖典礼，第1名小西。感谢所有的观众，记得按下点赞、订阅按钮。来希腊雅典呢，不能错过的一个景点就是我身后的这个慢动作的换岗仪式。这个仪式呢是在这个宪法广场。宪法广场是为了纪念雅典的第1部宪法在1843年所建的一个广场。然后这个后面这个景点呢，它是每天的整点都会有这个换岗仪式。然后大家如果想看很大规模的话，是在周日的早上11点，这边等于是会有更大规模的。这些卫兵的名称呢是叫 Evzons，Evzons 在希腊语的意思呢是身系华美腰带的人。这支是非常精锐的这个卫兵部队，然后是为了保护后面的这个总统府，也就是希腊的政治中心，还有这个对面的有一个无名纪念碑而设立的一个卫队。雅典是我唯一一个看到满街长满橘子树的地方。现在身后的呢是叫奥林匹亚宙斯神庙，是为了纪念这个宙斯而建。然后这个神庙呢其实是雅典最大的一座神庙，但是现在大家可以从空拍图看到已经是全部被毁，但是面积真的是非常非常大。然后这个神庙呢始建于公元前6世纪，直到638年以后，这个哈德良皇帝在他的任内才把这个建完。然后在这个身后的呢是有一个很漂亮的拱门，大家看见吗？这个拱门也是为了纪念那个哈德良皇帝而建，也叫哈德良拱门。我现在在爬雅典市中心的一座山，叫 Lycabettus。然后，雅典市中心其实有2座山，然后都可以看到那个 Acropolis， 然后都可以看到雅典的全貌。我可以说这次希腊雅典之行的话，这个山是排到前3，应该不会有错。这也太漂亮了！360度雅典全景，
你基本上你雅典市中心哪一个地方都可以看到。我先给大家总结一下，我从食住行出发。第一个食，我觉得大家尽量避免去景区附近，像这边景区附近就是在卫城山脚下有一些走路的街区，那边都是属于景区，然后价格会稍微贵一点点。如果大家想吃便宜一点的话，就走远几个街区都会价格慢慢便宜下来，这是第一点。这边价格的话，其实基本上都还比较合理，在欧洲来说算便宜的，就所有东西来讲。然后这边你去超市啊，那些价格都是非常合理的。我采访的其中一个人呢，他跟我讲，等于是雅典卫城面对向海的那一边是治安比较好，然后比较贵的，然后雅典卫城背后的那一面呢是治安稍微差一点，价格会便宜很多。我觉得我住的地方还不错，因为大家看有露台、有客厅，然后有房间非常大，才20几欧，我觉得非常划算。而且最重要的，在雅典选住宿，我觉得是只要靠近地铁线就好了。这样的话，基本上没有太多安全的顾虑。行的话呢，我基本上是坐地铁，然后可以买这张票。这张纸票的话是可以，你买一次，然后每次就去加钱就好。基本上每一次的价格是1.2块，然后你可以买有2次90分钟，1次90分钟，然后有24小时5天的，大家根据自己的行程还有时间的充裕程度去买票。基本上便宜的话就是几十 cent 之间的差距。然后我还发现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点是，这边应该是我发现戴 N95 口罩人数比例最多的，基本上人人都是 N95，很少看到戴那种布口罩。所以说应该大家防范新冠的意识还是非常强的。另外一点我想说，这边很多厕所的话，你是不能把纸直接扔进马桶的，是要扔进旁边的一个你知道小篓子，因为这边应该是很多老旧的建筑，所以说它那个下水道系统不是特别的完善。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特别是如果你住民宿的话，堵到厕所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5颗星的话，我会给4颗星。我本来如果没有发生那个抢劫事件的话，我应该会打稍微高一点，因为那个还是心有余悸。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4颗星，我觉得这边非常多的历史景点，如果大家想了解一下希腊的历史文化呀，来这边是最好不过了。打车软件是叫这个 Beat， 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先下一个以防万一，因为你下了这个以后的话，司机基本上都不怎么会绕路，而且我发现这上面也没有就是说你在上面订东西没有额外的那个订车费，所以说比较方便。我当时大概晚上，因为我是深夜到的，所以一定要用，是大概开了10分钟左右吧，4.5块，所以说下一个以防万一。下个国家其实我本来是订好去摩洛哥的，然后我前几天有收到那个叫什么邮箱，然后说那个飞机取消了，所以我也不知道下一个国家去哪里。好了，下次的旅行见。